事儿，以后谁煮饭谁打扫战场。你怎么不说谁煮饭谁吃饭？你吃饭了呀？这没毛病啊。哎，这些洗洁精够不够啊？太多啦，这些都可以把所有的锅碗瓢盆都洗一遍。呀呀呀！你会不会洗碗啊？用这个，钢丝是用来刷锅的。用什么不都一样？老师，你有小号吗？又来了，什么小号呀？我大号都忙不过来，还小号？我都还没说是什么小号呢。什么小号都没有，微博、微信、QQ 什么都没有。你问这干嘛呀？没有，就是随便问问嘛。哎，老师，我发现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。什么呀？你每个故事的结尾都会有5个省略号，这是习惯吗？不行啊。行，我只是觉得这个跟我一个网友的习惯很像。这个习惯很多人都有啊，他们都是你网友啊。可是你们连说话的语气都一样，尤其是吐槽姜老师的时候。江雨晨他也犯，那回头可以介绍我们认识认识。你到底想说什么啊？老师，你是狐狸君吧？狐狸君？谁呀？就是我之前跟你说的那个小周川。啊，那个跟我28开那个呀？你有臆想症吗？仅凭文字风格就判定？不只是这个，你俩连吐槽别人的语气都一模一样。狐狸君好奇的事情你也好奇，就好像之前的那个互动文化稿数量。现在语气风格都能作为证据了，你自己听听，站不站得住脚？我是参加互动文化节的作者，我关注一下回稿，那不是很正常的事儿吗？至于你说的那个什么狐狸君，他好奇应该是因为他是我所谓的读者吧？你现在就给狐狸精打电话，问他是不是我。别打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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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打。老师，你真的不是狐狸君？我不是给你机会证明了吗？那算了，不是就不是吧，不纠结了。警报解除。哎呀，这一天天的呀，小心脏都快受不了了。你看着我干嘛呀？我当然不能承认了。一开始我又没坦白，要是让他知道我大小号套他的话，跟我翻脸怎么办？狐狸君可是我最中二时代的化身，如果让他知道了，他万一要挟我，要我把终身版权都签给他怎么办呀？哎呀，好了好了，我知道姐姐不会这么做的，但她肯定会嘲笑我呀。哎，我都已经能想象出她嘲笑我的嘴脸了。呀，周川老师，没想到你曾经还是这么伤感的少年啊！嘿嘿嘿。哎，要是他拿这个威胁我，不给我们做饭怎么办呀？我是无所谓啊，你能从香喷喷的美食变成干巴巴的狗粮吗？所以呀，我是为了你，我也不能承认。不纠结了，坚决不能承认我是狐狸君。走了，走。姜老师，早啊！哎，早，来买最新一期的月光。对，这本我送你了。
谢谢。这个就是夏老师的想法，以老带新，让更多的新人作者被大家认识到。对了，你那几篇后续就是我精挑细选、万里挑一挑出来的，怎么样？不错吧？有你把关，我很放心。嗯。哦，对了，我又重新写了一篇《消失游乐园》大结局。明天晚上你有空吗？一起讨论一下。有空，又写了一版啊！夏老师，你真的是太厉害了。那我是不是第一个看到大结局的读者啦？那你就记得把时间地点发给我，我还有事先走了，还得开例会呢。啊，好，拜拜。拜拜。喂，你好，帮我预定一下靠窗户的警官位，2个人。这次月光互动文化节，无论从投稿的数量还是读者的反馈，都是这2年最好的。哎呀，这还得感谢咱们社里领导对我们编辑2部的支持和理解。但这次文化节也暴露了一些问题，作者啊，他这个人气是2极分化。大家知道，现在我们出版行业不是很景气。我觉着可以趁这个机会精简一下作者。我们月光合作的所有作者呢，都有非常牢固的读者基础。所谓的人气高低，就要分情况来看。比如说，像周川老师、姜宇成老师，他们的读者是在社交平台上比较活跃的那一批，所以他们的人气会显得比较明显。但有一些作者，他们的读者比较成熟，也比较低调一点。在社交平台也没有太多的表达，但是并不代表他们的人气就低。人气不低吗？那怎么有人在背后帮他们美化数据、弄虚作假？于主编，知道我说的谁吧？索恒啊。大家知道，索恒这一次收到几封回信啊？5封。从我们发行部数据来看，这种没有人气的作者，你们编辑2部留着他干什么？当他吉祥物啊？梁主任，索恒老师已经给月光供稿10年，总不能仅凭个例就对他的能力轻易下判断吧？其实责任编辑已经反复提醒过索恒老师了。只是现在结果摆在这儿，大家都看得到。索恒呢，是我带的作者，有些话说出来吧，我也是非常的痛心。但是为了社里的利益，我又不能不说，我个人认为，像那些没有人气的作者呀，当断则断。应该把更好的版面留给那些有能力的作者去完成。毕竟我们这是出版社，又不是什么慈善机构，我们没必要给那些失败者的人生买单嘛，对不对？失败者，老苗，这件事情你一点责任没有吗？于主编，咱们这不是开会呢吗？是不是没必要上纲上线呀？像索恒这样的水平，早就该被淘汰了呀！这么多年了，你看哪家出版社还在用索恒的作品啊？要不是你给他撑腰，他怎么能在咱们原业社混了这么多年呀？老苗，女主编，你带头找人给索恒写后续，杨总知道了，特别不高兴，我都替你压下来了，你还不依不饶的。行了，这事儿啊就这么定了，谁要是有意见，找杨总去。老师，午饭给你准备了叉烧肠粉。叉烧肠粉？哪儿？二狗！你现在是在跟我告2狗的状吗？你
现在立刻马上回家。大哥，手机上的外卖软件了解一下行不行啊？你声音怎么这么无精打采的呀？我先不跟你说了，挂。助理，索恒老师看起来精神状态特别差，我感觉他随时都要晕倒了。好啊，你们一个两个都气我是不是？你今天没有鸡肉把你吃了，我告诉你。他不会睡了一觉之后就想明白我就是狐狸精了吧？一晚上狐狸精都没给他发消息，这怎么行啊？给他发些什么好呢？在干嘛？不行不行不行，这太像我的语气了，这。早上好，今天又是元气满满的一天。这样我看你还怀疑我是狐狸精啊？副主编，你跟我开玩笑的吧？我和袁月一直合作这么多年了，你怎么能说终止就终止呢？哎呀，我们也是没办法呀，我们也做过一些争取，但是这个是上面领导的决定啊，我们也不想。副主编，你看我这还有10几篇风格不同的小说，我每天一完成您交代给我的工作，我就在不停的想创意的，真的，我在不停的想，您看一下可不可以？或者你想让我写什么，我就可以写什么的，只要你们不放弃我。哎呀，左恒啊，我不是说了吗？这个呀，看在咱们一块儿共事了这么长时间的份上，我呢，给你掏心窝子的说两句，你呀，不适合搞写作，还不如再去找个其他的工作呢，啊？这哪是掏心窝子的话，分明就是拿一把坚硬的刀去扎向索恒老师柔软的内心。我把我人生最宝贵的10年全都奉献给了写作，我每天不落，勤勤恳恳地写，总想着就算天分不足，也会勤能补拙吧。我不想就这么结束，我不甘心。那你不甘心，那你也不能让圆圆社为你的不甘心买单吧？明白了，明白。哎，行，明白就好。那咱们呢，也算是好聚好散。那你就在这个合同上签上你的名字就行了。受不了了，好紧张！老苗，你也别太过分了，你未免也太着急了吧？你冲进来干嘛？这里有你什么事儿啊？索恒老师以前写的小说就已经相当出色了，每个作者都有他自己擅长的题材和文风，要不是你一直逼着人家改变，事情也不会发展到这个地步。我逼着他改变啊？难道作者就应该停留在自己那1亩3分地里面吗？我只是让他突破，他自己突破不了，你能怪我呀？让作者突破就是逼他去写自己不擅长的东西吗？那你这么爱打抱不平，你怎么不帮他写呢？够了！我其实都知道的，我自己也会看私信。老师，你怎么越写越差了？老师，好怀念那个字里行间充满灵气的你啊！我都知道，我都懂的，我不用你们在这可怜我。
哪位？哎，您好，是周川老师吗？我是圆月图书公司的编辑初里。是这样的，昨天我给您发过消息，但是您一直没有回复，所以我只好冒昧找过来了。怎么是他？我们副主编想让我来跟您谈谈新书签约的事。这里没有周川，找错人了。找错了？是2070啊？难道这里有2个2070？周川。谁啊？是周川先生吗？这里有份需要您本人签收的重要快递。什么快递啊？周川老师，真的是你吗？你炸我你！不是，实在是对不起了，周川老师，用这种方式跟你通话，我也是逼不得已的。要是今天见不到你的话，我就得滚！喂，物业吗？周川老师，我真的不是骗子，你听我解释。周川老师，你看看我，坏人在这！业主投诉你扰民，请你赶紧离开。我没有扰民啊，2位大哥，你们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我是来谈工作的。你要不肯离开，那就没办法。哎，2位大哥，有话好说，有话好好说嘛，放开我！2位大哥，你们力气好大。顾总，我认识，等，顾总监，你还记得我吗？上次你来圆圆社，我们见过的。当然，你还让我当众下不来台。这女孩我认识，放开她吧。没事了，你们走吧。谢谢顾总监。我还以为你是聪明人。女孩子一个人在外面还是留点体面。周川不愿意见你，你是见不到他的。回去吧。要是早把书签给辛顿，你不就清静了吗？你也是真够坚持不懈的，刚从北京调回来就来找我。啊，辛顿到底是给了你多大 KPI 的压力啊？哎，我知道你迟迟不肯签给辛顿，就是想看看哪家公司还会给你更高的价钱。但我敢说，辛顿的条件一定是最好的。是吗？我当初把东方乙文录签给你们的时候，好像真没有感受到。我们这次不打算谈什么保底印书，500万买断这本书的全版权。那我是省心很多啊，但是我怕重蹈张雨晨的覆辙。你如果因为这个拒绝我，那就太不理性了。我只是想把书签给一个比较有人情味的编辑。来日方长，反正我已经搬到了这个小区，你随时想通了，随时联系我。啊，你家真的不能请阿姨打扫一下吗？安保。谢谢周川老师。虽然跟你住一个小区，但以后没事少来烦我。再会。拜拜。你还没走？周川老师，周川老师，我们圆圆社真的非常有诚意与您合作，5分钟时间，不，2分钟，你只要给我2分钟就够了。周川老师，不如您先听听合同上的条件，再拒绝我。周川老师，周川老师，你还在听吗？把合同翻开第1页，数量多少？念。4万。你订餐厅吧，我都3年没回来了，真不知道什么好吃的。那就这样，拜拜。
好久不见。你怎么来了呀？哎，你要的书，给你。啊，走了啊。哎，我说，你就不能找个阿姨打扫一下啊？哎，刚才女模特也说了同样的话。我知道她来了。碰上了。哎，那太可惜了，我没有看到惊涛拍岸的场面。惊涛拍岸，先把你拍死岸上。哼，走了。于主编，于主编，我去见了周川老师，但他对我们的合同特别不满，请问我们能不能提高保底印数啊？你知道什么是保底印数吗？保底印数是发行部门根据作家以往的成绩，分析完市场行情之后给出的数字，不是谁想改就可以随便改的。行，那我有事，我先走了。你这件事要找就找发行部梁冲浪梁主任。好的，好的，谢谢于主编。保底数3000，一本不能加。可是负责的编辑，编辑懂个啥呀？懂市场吗？懂营销吗？他们要是懂，要我干什么？我告诉你，现在是大数据时代，一个作者可以卖多少书是可以算出来的。哦，一个新的作者，你给保底8000，谁给你的自信啊？卖不掉怎么办？你拿回去胡墙啊？就3000了，不能再多。哎，梁主任说的够清楚了吧？快去，我就去。雨文，看着他，别让他痛苦。哎，交给我吧。进来。梁主任您好，我是编辑2部的初理，想来跟您争取一下周川老师的新书保底印数。这是我做的周川老师的一些数据报告。我要是记得没错，这个周川的保底数我早就定了，是不是啊？定了的话，你为什么来找我？你怀疑我的决定啊？还是你觉得你的功课比我做得好啊？我告诉你，周川的保底数是不能变的，你签不下来是你无能。编辑部有人可以用最低的保底数签下作者大神，比方说老苗，你能不能学着点？出去！罗总，副总监，忙呢？啊，没什么。跟你说个事儿吧，李瑜导演想买江雨城的《消失的动物园》，他亲自给大老板打过电话了。李瑜？对，江雨城也算是你一手带出来的，这件事情交给你没问题吧？小亮，你跟江雨城谈的怎么样了？已经拜托叔叔帮忙联系了，应该很快就会有答复。挺好。江雨城呢，要比周川好谈很多。我之所以这么做啊，就是为了希望你在处理之前把这个合同谈下来。所以你得多努力。我知道了，谢谢苗主编。副主编，去忙吧。啊。苗副主编。这是给你买的咖啡，不知道是不是你喜欢的口味。你不喜欢的话，我可以去买别的。好，谢谢。哎，
我听说你跟周川见面了，谈的怎么样啊？我连把合同递给周川老师，让他砸到我脸上的机会都没有。还是你不会谈呢？梁主任也说了，让我问问你谈判的技巧。苗主编，你之前都是怎么谈的？那个数字是怎么得来的？好，那楚理，我问问你啊，你认为应该开多少的保底印书呢10万。作家的第一笔版税啊，是根据保底印数而定的。如果能开到15个点版税的话，那就已经是顶了天了。我们能够承担多少的成本，我就给他开出多少的数字。我们呢，这里是出版社，老板是商人，是商人他就得赚钱。周川，他只有1本书的成绩，他下本书是好是坏，到底写成什么样，我们谁都不知道。在我们这个行业里面，出道即巅峰的人比比皆是啊。你看，我们社里要给一般的作者开价，也无非就是3000到5000，而我们给周川呢，一开始我们就开到了3万，后来又追加到了4万，这足以证明啊，我们社里面对他是很器重的了。可是，我怕如果告诉周川老师这个道理，他会把我暴揍一顿，然后快递到付打包回来。那快递到付的钱我们也不会付，你是真的脑子不够用啊！我跟你这么说，是我跟你这么说的态度，而你要跟周川怎么说，那就是你的话术问题了。这微博上的周川和我白天遇到的是同一人吗？什么温柔正能量，压根就是个骗子！实在忍不住要吐槽一个作者，微博萌萌哒，私下咆哮王。原来周川老师的狗狗叫二狗。周川每年过年都是要出国过，但他爸却都是在老家过年。也就是说，周川已经7年没有吃到过老家的肉包了。微博就是拿来装好人的，我今天也被气到不行，连空气都想怼，事业都没法进行。切，这狐狸精居然还有事业！喂，老爸。哎，我算时间你该下班了。你怎么知道我刚到家？哎，你这才去几天呀？怎么好像胖了呀？你怎么双下巴都出来了？真的假的？我胖了吗？角度问题吧。这样呢，还胖吗？啊，哎呀，怎么样啊？啊，房子找的怎么样？钱够用吗？哎呀，够了吧？你就放心吧。哎，你现在是不是在你住的地方？你转一转，我看看这房子怎么样？好啊。你看。我是不是住的挺好的？工作也挺顺利，同事对我也很好，你就放心吧。哎，这怎么暗了？怎么暗了？还住的挺好呢，连个灯都是个坏的。那个是我手机问题了，明天去修一下就好了。出家娘娘，你终于舍得理我啦？我懒得理你。打开。好了，那我不跟你们说了，你们早些休息吧，拜拜，拜拜，想你们。
丫头，给你汇了点钱，买台新手机。一个人在外好好照顾自己，别太吃苦。